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潮流是台湾占主要的关键的地位，包括半导体，尤其是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这英特尔财报那么差，不是我们抢美国的晶片生意，是它根本做不出来，是我们帮助美国能够更好的成长。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那么在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邀请到国泰投信的张喜董事长，在这一次台股的大跌的风暴当中啊，张董事长特别写下一个定心丸，他说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无需救市，台股拥有3支柱，后市乐观。他讲的3个重点，一个是跟 AI 有关的，也就是在这一次呢，黄仁勋所带动的 AI 的浪潮，我想在整个全球的 AI 产业当中啊，台湾扮演最关键核心的地位。那第二个呢，台湾的金融业在上半年14家金控呢税后净利3374亿，而国泰金呢也上了1兆，我相信这是台湾金融业的实力啊大受肯定的。那另外一个呢，张喜也特别提到台湾的 ETF 现在呢2兆的部位啊，我们现在包括延大0050呢都到了4000亿了，国泰投信的00878呢也到了3000多亿哦，那0056啊也到了这个3000亿左右，所以这个3档 ETF 其实已经将近1兆。台股过去的下跌呢，外资牵一发动全身，但是现在大家发现台股抵抗力相对增强，我相信 ETF 的力道啊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次呢，台股是掉到最低19662点，这个汇成半导体呢，其实它已经跌到连线了。把这2个图做一个比较，台股呢今年仍然是全球最强势的市场，所以在经过大风大浪之后呢，今天请到张喜董事长来跟大家好好沙盘推演。我想这个时间啊刚好恰到好处，我们先请张董事长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好，社长好，大家好。好，现在股票投资人听到张喜心理上就笃定很多哦。那我想在信心崩溃的时候呢，你能够就像一个明灯一样呢，给大家指引未来，我想对市场贡献很大。你告诉大家，在经过这个反弹之后，你怎么看？我先讲第3部分 ETF。对，其实外资从2020之后到最近卖了 2.3 兆。过去这个卖下去就崩盘不得了，对。可台湾从12000涨到24000，涨了1倍。那主要是 ETF 带动 ，ETF 现在台股 ETF 有 2.3 兆，然后再加上基金的5800亿，所以基本上这4年内台股的净增加的部分 2.5 兆，所以呢外资 2.3 基本上就被这个 whip 掉。大家知道在2019的时候 ETF 才1200多亿，对。基金也才1900，但这几年因为 ETF 大幅增加，让台湾的本土资金有一个定心丸。那在那几天大杀的过程中，包括在7月份大跌的时候，其实投信每天买超都是 ETF 跟基金，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投资人在这波下跌不会恐慌，用 ETF 来做投资。在7月份定时定额超过150亿，也创新高。那现在投资 ETF 的台股有945万个客户，基本上就是台湾的一个定心丸。为什么这个 ETF 那么成功？是因为过去几年大家投资 ETF 都赚钱，而且基本上台湾的获利率、配息率都非常好，投资都赚钱，大家就会有一个增强效果。基本上看起来这趋势也没问题。那我想第一个是 ETF 基本上带动资本面的资金流，然后也抵御这个外资大量卖出。那第二个是台湾在21年这个从晶片缺货之后，全球看到台湾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国家，因为我们晶片很强。那在去年的这个 AI 开始蓬勃发展之后，台湾不只是半导体强，我们在 AI 的工业都非常强，扮演关键的角色。所以基本上台湾这几年获利都大幅成长，今年的话应该有3成的成长，明年应该还有2成以上。所以我想我们有基本面支撑，在半导体供应链跟 AI 的供应链，基本上让台湾有一个很强的力道。那刚刚提到金融股也是获利非常好。那在联准会昨天公布的 PCI 基本上比预期更低，所以基本上觉得降息是没问题。所以在降息之后，金融股又有一个更好的利差的部分。所以我想科技的金融业基本面是非常好的。好，我想刚刚张董事长给大家补充这3个重点哦。那回头看，我想在 ETF 的市场这几年变化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啊，国内在1991年，在民国80年前后啊，台湾只有4档封闭型基金，那个时候从10块飙到66，大家印象深刻。当时只有海外基金，所以很长时间啊，我跟相关政府单位我也在讲，我说如果本国基金没有办法在台湾生根，你只有看人脸色，所以要营造一个主场优势。那我们大概从主场优势呢，慢慢就这样一步一脚印奠定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现在前10档 ETF 的部位呢，最少都1000多亿以上起跳。那这个我特别要请教张董事长，就是说台湾的社会大众现在知道 ETF 的好，可能才刚开始。所以我也跟很多的投资朋友在讲，
我说 ETF 呢不要太短线，就是说大家买今天买这个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哦。你看到元大0050哦，它其实20年前发行，那元大0056呢是10年前，一个是用20年的时间去等，一个用10年的时间，把时间拉长之后呢 ，ETF 的回报它就非常的彰显。所以张董事长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就 ETF 的投资概念，对 ETF 要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好，那 ETF 现在大概有 5.3 兆，我们境外基金刚刚社长提到这个大概 4.2 兆，那光 ETF 就已经 5.3 兆了，所以其实现在台湾本土的管理资产就是基金大概8点多兆，加上那个代差 2.8 兆，基本上也 11.2 兆。那 ETF 基本上台湾200多档是包山包海，股票债券都有，日本也有，美国有，半导体也有，基本上它是全世界都可以买得到，所以可以透过台湾的 ETF 投资全世界。那这几年其实债券基金的 ETF 以前都是法人在买，但这几年开始就是本土的散户开始，因为在利率高档赚股息，利率下跌赚 capital gain 资本利得，所以想这也大家都赚到钱了。所以想基本上 ETF 呢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工具，它的手续费低，管理费低，然后又快速可以交易，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可以成长那么大？那整个 ETF 的受人已经超过1200多人，几乎有开证券户的人大概90几%都买 ETF。过去投资台大部分都是亏钱比较多啦，包括像很多人像这次股灾被断头出场，那投资 ETF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它跌幅有，可是可能是10% 以内，那也不会说个别的断头出场。我想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也因为大家知道下跌反而要去做买的动作，所以我想基本上 ETF 也是让台湾继续增长，那客户数一直在增加中。好，这一次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19662啊，那天是8月5号，对8月5号，所以8月5号大家很恐惧的那天跌1807点，跌到这天为止啊，其实它后面就没有再往下跌了。现在它已经回到21000多了。那我想第一个，台湾的企业的获利呢，我们第一季的税后净利大概有8700多亿，那第二季我认为像长荣或阳明长荣这次第二季赚200多亿，它 EPS 20几块啊。我们在2022年大概前后有6个季度啊，我们一季都赚1兆以上。第二季呢，我觉得如果这个货柜行业呢，半导体都没有太差，大概这样算一算，可能会接近1兆左右。所以张董怎么看？从企业获利来看，台股的未来。刚刚提到今年企业获利就是比去年应该成长有 30%， 大家一直在上修啦，从货柜、金融，然后科技、台积电上修，所以我想本来大家预估今年成长 25%， 现在大概上升到 30% 了，而且 30% 之后明年还有大概2成的成长，我想带动台股基本面这个稳定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很多人现在看到2万简直难以想象，为什么？1990年之后呢，到12682以后呢，大概调整长达30年。那现在从12682跑过来，它几乎增加1倍了。这样的一个指数上涨过程，对一般的散户投资人来讲，他会觉得台股很贵啊。这样的一个观念或心魔，我们到底用什么态度来克服？就是台湾的基本面获利是一直在增加中，过去大概很难上2兆，对。那2021因为特别的 COVID 造成到4兆，那我想今年有机会再往这个地方去靠迈进，那我想明年一定可以站稳4兆，就是基本面是数字已经上来是过去2倍以上，所以过去1万点是高点也是合理，因为获利不会超过2兆。对，那现在获利已经 double， 所以我想本益比不变的状况下，基本上是往上走是没问题。那再来就是说，现在事实上最大的潮流是台湾占主要的关键的地位，包括半导体，尤其是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包括先进封装 CoWoS， 还有包括 AI 的供应链，那个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这英特尔财报那么差，不是我们抢美国的晶片生意，是他根本做不出来。对，所以就是说，在这种刚需之下，是我们帮助美国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我想，在这个基本面非常好的状况下，不是泡沫，是有基本面支撑的。那不止电子业，很多传统产业，当然除了塑化股可能受到整个大陆 oversupply 跟整个影响，基本上是比较差，但其他多数产业，包括像一些重电啊，这几年都表现非常好。台湾也在过去几年尽量把这个价值提升，把毛利率拉高，我想这也是台湾很厉害的地方。好，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刚刚张董在讲 AI 所带来的新的狂潮，这个都是无限延伸的空间。半导体呢，台湾的强势，从台积电到相关供应链呢，到后面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大行其道。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股价突然之间大幅的上涨这样的一个涨势，我相信可能大家不太习惯。我们如何面对台湾这一次所带来的 AI 的狂潮当中，台湾的机会？我觉得 AI 它还是有时间性，就是前面是在云端布局，所以可能是以这个半导体啦这些这个云端运算，包括广达这些他们比较合适的。那
鸿海了这些，就是做云端生意。那再来就是慢慢到终端看 AI、PC、AI 手机，今年是刚开始，但是我想真正会大成长会在后年。那其他包括更终端运动，包括像机器人，那应该是3-5年后。我想它是一个一波一波从云端到终端到最后应用端，而且终端的应用会更大，所以其实未来几年我想这个 AI 的趋势是刚开始，我想至少有5到10年的好光景。那台湾最上面到下游都基本上可以吃得到相关的商机。好，这一次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股市的回档当中啊，汇成半导体的指数呢，它其实跌幅很重。然后呢，你看到 NVIDIA 其实它这次最低大概掉到 90.66 哈。台积电这个礼拜我们看到它的 ADR 大概涨了172块半了，从底部反弹，它已经大概弹了快 30% 了。台积电扮演中流砥柱的地位了哈。那台湾到今天为止啊，其实大型全指股的科技股回档里面呢，台积电姿态最高。另外一个大概台达电啊，这个他们其实都跟 AI 有关哦。那我想特别请教张董事长，就是说对台积电的投资，你心中怎么样来跟投资人来给投资人建议？其实看半导体公就看它的资本支出。那台积电这几年都是300亿美金以上的资本支出，它不论在国内跟海外都大幅扩厂，代表未来有信心。那因为它就基本上是有订单才会扩厂，所以也就是说未来几年台积电的订单应该是满的，没问题，而且是供不应求。那另外在 AI 世界需要 CoWoS 风呢，它这几年大幅扩 CoWoS 的部分。我想基本上台积电的基本面是相当好，而且基本上因为它没有对手，所以有定价权，它毛利可以维持 53%。它的扩厂基本上就是 on schedule， 甚至是有些更超前，包括日本、美国有点 delay， 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会做到2厂。那还有德国的盖厂，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在全球布局跟台湾在盖2奈米，基本上都是非常的 on schedule 在做。所以我想基本上台积电未来几年的获利成长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2位数的成长。那我想今年大家可能估40几块，明年可能50块，就是说基本面这么好公司就可以放长一点，基本上不用管那个股价位置，因为它未来5年的成长都是看得到的。好，我想张董事长其实不断的告诉大家，台股这几年其实它稳步上扬，大家不要太短线的，就是你如果买台积电是要短线进出，你可以考虑别的可能更有波动。那台积电呢，在这一轮的回档，其实告诉你说，它本来是属于长线投资的标的，突然之间呢，像短线一样喷出啊，当然会有很大的后坐力。那调整到这里为止，我想慎重来思考是不是一个好的买进的点。而买进了之后呢，有相当大的比重呢，很可能你要看长不看短，所以这个就要非常注意了。好，金融市场再请教张董事长，这次日本利差交易所造成的回档，第2天日本银行马上出来讲，他说市场不稳定呢，不会升息，所以日币这次到 141.7 的时候呢，他就踩刹车了。那我想我原来对日本我一直认为说，日本经过30年的泡沫，日元150、160是给日本调整的机会。日本长期来讲，日元会升值，日本的货币政策呢也会升息，但是可能都需要时间，因为它经过30年的泡沫经济调整，你刚刚还会爬，不会马上就跳。所以我想日本这个声明也对市场带来比较好的扭转的效果。美国现在看起来降息的可能趋势就来临了，所以我想国际金融情势在最近的变化，也请张董事长来给大家来提点一下。对，我想主要的利空包括 Trump的选举也是大事情，那日币的 carry trade 我想陆续都告一个段，再来就是9月10号这个辩论会，川普跟贺锦的辩论，我想基本上第3季应该都一段了，因为辩论会应该就知道谁胜谁负了。那11月大选之后，我想就回到基本面，那通常选后都是比较好的市场。坦白讲，也因为市场变化大，真的我还是建议大家买基金买 ETF 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包括 ETF 包括主动基金的绩效都非常好，而且基本上都创造很阿尔法。那大家透过基金跟 ETF 来配置，就不用担心市场波动大，因为这个真的是不好操作了。我们国泰集团开始发展第3事物就是资产管理，那我想这个我们国泰集团呢有很好的团队，过去呢也都很好的绩效，我想这部分呢是我们最主要的优势。刚才提到我们台股的绩效非常好，这是我们的 home market， 我们国寿在债券也很好，我们在私募这边也做，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透过好的基本面，提供好的商品，创造好的价值、好的收益，让我们所有1400万客户都能够享受到好的绩效、好的商品，而且是针对客户所需要的商品呢，来达到他们的各种生活不同的目标跟需求。大家就交给专业，由专业来帮您操作，这样是比较好的方法。以前叫散户的时代，现在是团队作战了，也就是说，过去散户经常像射飞镖，现在其实透过 ETF 的投资，你可以请专业投资者帮你找到很好的标的。全世界这种优势产业跟优势的公司也非常方便 ETF 的操作。张董事长来跟大家也谈一下，国泰投信国泰金控有10兆的资产，大概有60年的投资经验 ，VIP 的客户29万财务管理的规模 1.3 兆，这个是在国内难以想象的所以他这几年其实稳扎稳打，也给台湾留下非常好的口碑。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散户投资人如何透过
国泰投信的资产管理的平台，能够在投资上找到更好的获利的一个境界？基本上我们台股有很好的优势，然后我们也帮四大基金跟国泰人寿做一个权威的操作。我想基本上国泰投信在台股的操作就是还算蛮强的。我们集团在台股也是算有蛮好的布局。第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总研处，就是基本上提供所有总经的数据，让我们很快可以知道总经的变化。然后他提供人寿跟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总研的报告，每2个月开一次会，针对一些专题。所以基本上总体研究我们有这样的资源。那在个别公司，其实我们投信本来就100个投资的经理人。2011年并了抗疫之后，我们有国际的一个经验，我们也知道在国际的市场怎么去管理，所以我们把本土跟国际的能力整合在一起。那人寿也有一些资金委托我们代操，基本上还有一些类权益保单。那银行有很好的财富管理，我们有1400万的客户，基本上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那我们投信这边能够把各种商品，不论主动基金、被动 ETF、类权益保单，包括代操，包括这个我们的私募金都能够提供客户所要的商品的需求跟满足。那我们在 Fixed Income 也是很强，因为我们国泰人寿的债券很强，投资人能够在股债都能够更好的布局，很好的绩效。那我们有很好的投资团队，也有很重ESG，也很做风控，我想这是在国内比较少的这样。好，我想刚刚张董特别提到金融环境变化激烈了，所以我最近也在看像类似美国的总统大选，你看到59岁的贺锦丽对上78岁的川普老现在变成川普的弱点。那往下看，我想刚刚张董在讲说，经过未来这段辩论会让大家看得更清楚。那这一次的选举，我认为如果川普没有拉到领先贺锦丽的差距，我相信要赢贺锦丽机会并不大了。也就是说，川普除了在遭受枪击那一天声势最高涨以外，他声望最高大概就这个样子。那后面呢，我想贺锦丽在挑的 Team Watch 来搭配之后呢，看起来他战力有增强，所以未来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这样的一个市场变化。那最后我们要请张董事长来跟大家谈一谈整个台股进入到8月中旬，半年报揭露最后的期限，下半年还有哪一些新变化？对，就是半年报就会检视大概上半年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再来第3季的营收也会可以做参考，因为进入旺季，然后第4季又是传统的旺季。我想基本上上半年的梦之后，这边就开始看基本面的数字，要有数字来决定。然后在9月份联准会降息是确定，现在是1码或2码。那我们认为也不用降太多，今年降大概3码其实就差不多了。那慢慢的降，代表美国景气没那么差。然后这个选举呢，就是9月10号辩论是一个关键点，所以我想在11月总统大选之后，应该市场就会回到基本面。那11月呢，就开始来看明年的获利，跟明年的财报，跟明年的展望。所以我想明年又是 AI 很好一年，又是半导体很好一年，又是成长一年。我想在第4季呢，再看明年，基本上台股就还是有机会再往上走这样子。好，我想这个今天非常感谢张董事长挺身而出，告诉大家不要慌张。其实台股在下跌的时候，有关官员问我要不要复盘，我说根本不用复盘。为什么？台股有它强韧的一面，所以现在半年报的揭露也结束了。那现在 ETO 的规模呢，不断的水涨船高。我相信张董事长在这个回合当中一直给台湾投资人非常精湛的投资观念。我想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张董所提到的一些观点，我相信对未来大家的投资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今天感谢张董事长，谢谢，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